哟哟哟，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华阳咖啡。哎呀，做完所有的调研，我对它只有2个字的正面评价：奇葩。我们先做题，好吧？就你所知，第一印象，华阳咖啡它创立了多少时间了呢？ A 2001年，也就是有20多年。 B 2015年，10年啦。 C 2020年，5年罢了。3、2、1，你猜对了吗？它其实是2020年8月成立的，到现在为止5年都还没有到呢。不要灰心，我们再来做一题。华阳咖啡它是一个赚钱机器，那么在整个东南亚现在遍布了多少店了呢？ A 101家， B 57家， C 25家。我估计这回你肯定猜对了。对它只有25家店。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 99 Speed Mart， 创始人李良华先生用了整整38年的时间，才把创始在巴生谷的一家小小杂货店做成大马迷你超市之王，把它带上了市。而这一家华阳咖啡呢，到它2025年1月上市只用了4年多，一个38年，一个4年多。这就引起我的兴趣了。要知道2020年可以说疫情才刚刚开始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许多店时开时停，生意和它的现金流大受影响，甚至于有些有名的老字号的店也是在疫情的时候一蹶不振，关店倒闭了。那么华阳它又怎么会逆势开始投资呢？第一家店就建在柔佛，而且人家开局就是巅峰，它第1年经营的销售额就达到500万令吉到现在为止，这个 CAG 年复合成长有多少？猜到了吗？280。你说奇葩吗？又引起我的兴趣了。那么到底创始人是怎样的？他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可以支撑起这样一个奇葩的品牌呢？他的创始人陈建成先生，拿督陈建成先生是1983年出生的。惭愧，和不才我是同一年出生的。人家中学毕业就开始工作，并且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餐饮业。有些人说华阳咖啡背后有人。你别说，我通过调研还真就发现了他背后的人一并会说给您听的。那为了做好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把市场上可以找到的所有关于华阳和他创始人的采访，他的财报介绍，他的 prospectus 也就是上市的招股说明书都来去进行阅读，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华阳咖啡它的过去，它的历史是怎样的。第二部分它的未来。第三呢，想要告诉你它的财务表现究竟如何。再来我们了解一下创始人和他的团队，也就是他背后的人，并且他现在第5个部分面临怎样的竞争。最后再加上我所学习完的一点小体会打包起来一并发给你。看我们频道20%的人才是订阅，有70%多居然没有订阅希望你subscribe 点下去，小红心点下去，最好小铃铛也打开，我们就开始了。来，第1个部分说华阳的过去，我先带你认识它奇葩的过去。要了解华阳呢，就要从它的生意本质和它的开店这2条路径去认识。咱们先来说它生意的本质。回答好这个问题呢，我打算从3个方面告诉你它怎么卖的，它卖什么和它卖的怎么样，这3个小问题。它怎样卖？不就是开咖啡店吗？
不是这么简单，这是它的直接销售 direct sale， 但其实还有间接的 indirect sale。 间接呢又分成两个渠道，是线上和线下。线上呢，华阳有自己的电商平台，我看买的人还是蛮多的，当然也有其他的线上渠道 Shopee Lazada。 它的线下呢，就是指它的货已经铺到了各种各样的 supermarket。 好，那么知道了这个，我们再来看华阳它到底卖什么。它可不单单只是咖啡店，咖啡店呢它称之为叫 cafe chain， 其实确实也占了90%，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销售额的大头。它有 4.16% 呢是来自于 packed products，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包装食品，咖啡零食不要看这个 4.16%， 从第2年开始，它就是每年 double 的成长，也是它上市之后会宣传和发展的一个主力的产品嘛。那毕竟包装食品还可以在线上去买，体积也比较小，保质期也比较长，有很好的 scalability 嘛。这个我们在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提及。另外有 3% 呢是一些原物料的买卖。好，那我们再来看第3个问题，它到底卖的怎么样？刚刚已经有提过，华阳咖啡从初始的500万令吉开始，每年是280%的复合成长，等到2024财年已经带来2.77亿令吉的营收，并且它是赚钱的。它的 PAT 就是 Profit After Tax 呢也有一个巨高的成长，它的年复合成长 CAC 达到 112.41%， 从2022年的956万到2024年仅仅2年之后已经有4313万令吉的收入，妥妥的一台奇葩的赚钱机器。了解完华阳的生意本质，你是否觉得还是平平无奇主要就是开咖啡店嘛。那么另外一支我们就重点来看，我觉得在所有的华阳相关的信息中，最让我感到奇葩、最着迷最想要研究的就是华阳的开店了。对，准确说是它的选址和开店。你知道吗？要搞清楚华阳有几家店可也不容易。你去线下每一家店中拿的小卡片背面会介绍它现在有几家店，这个数据是不准的。如果你去问 Google， 它会有 AI 告诉你说华阳现在有19家咖啡店。抱歉，这个数据也是不准的。它的招股说明书当然更不准了，因为那个是在2024年写就的。我是到它的网站上一家一家去清点核查才知道，现在在2025年5月底6月初有呢25家店。它的背面呢，这里罗列了它的22家店然后呢还有它的会员加入就减5块钱。而我随手拿的小卡片这里罗列了21家店前面是 KL 的，只有萨尔瓦的，背面是9号的。实际上看网站加上新加坡，一共现在已经有25家店了，所以信息更新可能还赶不上开店的速度。它呢在柔佛现在是有9家，但是更重要的主力其中的13家是开在巴生谷或者说雪隆地区，其他地方呢有几个重要的点都有一个，算是呢对一大块区域的一种拓展尝试先把这个地方给占住。比如说槟城就有一家，东马呢在萨尔瓦有一家，新加坡也有一家。新加坡这家店呢是和一家私人的餐饮集团叫 Paradise 合作的，而且 Paradise 呢占了 70% 的股份。当然这也很正常你比方说 Starbucks 到大马来不还要有 Berjaya 吗？这个 7-Eleven 是 SEM7-Eleven Malaysia 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这种模式是正常的，也是降低风险快速推进新的陌生区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至于到了新加坡会不会打开一大片更大的市场，创造更多的收入，会面临
有哪一些风险呢？我们在之后啊竞争这一个章节还会再提到啊，您先不要走开，我们目光拉回来，还是来看一看华阳咖啡这个奇葩的开店。首先啊，我带大家要了解的是，它是2020年8月份在柔佛就开出了第一家店。可以想象当时啊是疫情啊前几波比较严重的肆虐，那么到了2021年11月，这一家店呢它就没有再开在柔佛了，它在柔佛之外，你猜呢？在普众啊，在雪兰莪的普种又开了一家店，而且这家店我去过，它不是商场店，它可不是所有的店都是啊开在商场里的。那你看看啊，之后的速度就蹭蹭蹭的往上提啊，等到2022年的4月就又开了啊，等到2022年的11月再来开在不同的地方，有机场，有 mall 啊，之前的这种 shop lot 也有开。可见呢，华阳啊不是说啊他就是天选之人，一做一个准，好像成功的时间快就意味着他每一步都走对啊，并不是。我觉得华阳的魅力呢在于它的速度啊够快，而且在够快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不停的试错和调整，抓对了目标之后呢才会蹭蹭蹭的打开。我们来看一下他开店的速度。2021年呢，他开出2家店，也就是每半年可以开出1家店。在2022年啊，又开出3家，达到了5家，那就是每4个月啊开出了1家，快了1/3。到2023年啊，新开出了6家。你看新开的总是比寄存的这些还要再多，达到了11家店。那这个时候就是每2个月就能够开出1家。2024年啊，能够开出了6家，也是2个月啊开出1家。那现在你想，它有25家店，这个速度啊还算是啊非常非常的高速。哎呀，你说到华阳的开店，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们来想一想，咖啡档、咖啡店，它的本质其实是在大马比较古早的一种生意啊。这路边几乎占据着每一个街角啊，每一个社区当中都有好几个的咖啡店，老板把它租下来，租给不同的档口嘛，自己全部经营的也有，那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是把它非常像样的正规的啊，什么人都能来的，开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你说华阳算不算是首创？不是首创，它也一定是把它发扬光大的非常好的，这就是我说的它的魅力所在。那么传统的咖啡店啊，很多老板也赚到了很多钱，一个人开了好几家，你说他为什么就不把自己的店没想到也去开到这个 mall 里面吗？你看华阳自己不也是从一个 shop lot 之后，然后蹭全部开到了mall 里吗？还包括像机场啊，这个中间也有 KLIA 啊，有开了2家店。是什么原因呢？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啊，首先啊 mall 确实有巨多的好处。你看它很好维护，它的 facility 安保停车这些商场都会提供，相当于你就上了一个 SaaS 平台啊，所有的豪华的服务别人都已经提供了，那它对品牌也很有利啊。你开在 Aeon 啊，开在 TRX 啊，开在 KLIA 啊，他们的品牌也是你的品牌，他们的人潮也是你的人潮，甚至于你可以和这个 mall 之间有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最重要呢，在这里面你说能够舒舒服服的吹着冷气的啊，吃到干净的这个店面环境是亮堂卫生的，就能够吃到咖啡店的东西，没有提供这样的体验啊，那你能够去吃还体验还不错，有吗？就没有，它有一个市场空档。不过啊，我们也都知道开在 mall 里显然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它的投入啊巨大。你看它上市之后啊，其中有一笔啊费用是很高啊，它就打算要花600多万用来投资未来的这个咖啡店。它每年赚到的钱啊，为什么第1年有500万令吉还是亏的？因为这个我们在下面一节讲它的财务面的时候呢，还会进一步提到啊，您可以坐好坐稳啊，等我们再来分析。所以我想这个创始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敢于投
大资金做新的创新啊，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过呢，我也还在思考会不会，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啊，您可以来判断一下，或者您有餐饮业的经验来进行补充。我只在想啊，会不会你看 MCO 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是噩梦啊，是厄运，是关店歇业的这样一个商业中断的时机，但是华阳利用他的钱，看准了机会，进行了一场豪赌。因为 MCO 的时候，既然人潮很差，很多商店都关，那个时候我的猜测是啊，他那个店租一定啊是相对啊比较便宜的，他就利用这个时机和自己有资金的优势，蹭就投钱去开，会不会是这样啊？也有可能我这个说的也不对，那么就请您啊来补充啊，了解这2个方面，商业本质和开店呢，我们就大概了解了华阳到底是谁。现在是2025年5月5日下午的2点25分，但是华阳的生意依然爆满。我所在的位置是雪兰莪 Cheras 的 Aeon Selatan Mall。在这个 mall 里面，我大概观察了一下，华阳当然是处于最好的位置，就在门口进来，它整个占据了 mall 进口270度的空间，从这边一直到这里，并且是一个全部打开 open 的形式。这样的话呢，就真的好像是把一个开放的kopitiam搬到了 mall 里面。整个 mall 的装潢啊，我们来看的话是复古加上典雅，好像你觉得是一家已经开了50-60年的店。豪华的装修把它放入到了店中最中央的位置。首先看到的是马酪的认证，而门口的这个零售柜台主要是贩卖 package foods， 它的面积呢并不小。再走近来看，除了清真，它把早餐、会员新品都做好了。在你排队的时候啊，就已经可以来看菜单啊，并且进行这些 package foods 的销售。真是脚还没进店啊，钱包已经要掏起来了。门口当然最著名的还有它的华阳三宝，包括它的冰火菠萝油、华阳咖啡和它的著名的最后的蛋挞，拿了很多的奖。但我认为呢，这个是以噱头为主，给它增加了一些名号。有没有疲惫啊？好，我们接着看第2个部分，就是华阳的未来，它的 future 是怎么样的呢？我知道有些人啊会投资马股，那么听一听这个，兴许啊对你有一些帮助。它也是了解华阳的一个抓手。刚才啊我们讲到开店，那我们就顺着开店来说，未来它募集到的钱很大一部分还是用于开店的。这个呢在它 IPO 资金用途中也已经有说明，差不多 29%， 也就是5305万令吉募集到的这些资金呢会用于新总部和中央厨房和仓库的建设，而将近 20% 啊，刚才有提到3640万就要用于马来西亚咖啡店的扩张。注意还有500万要达到 3% 募集资金，用于包装食品产品线的扩展，还有550万呢，也是要占到 3% 做海外市场的营销。你看从这个思路上啊，我们大概可以品出，基本上啊华阳接下来的模式仍旧是他讲的，也刚才我们被形容为比较简单的2条啊，开店为主，包装食品为辅，我们大概可以啊这样来理解。行，那我们就先看看他开店的计划吧。2025年啊，计划呢要在半岛啊开出9家店，在东马呢还会增加1家店，这家店呢就会增加到沙巴去了。那我们来看啊，半岛啊还是围绕着巴生谷增开4家在槟城再增加2家，在柔佛增加2家，马六甲增加1家。当然啊它都是围绕这些有人潮的，但是呢亏得华阳啊之前是很进取的，他在像槟城啊东马都已经有过试验，对当地的这些消费者的偏好和调性有所了解之后，你看得到了验证了，所以继续加强巴生谷，拓展槟城新开马六甲，加固柔佛等等，都是他的计划。2026年呢会放慢步伐在半岛再开3家店，巴生谷1家，森美兰在尝试性的开上1家，在
巴汉也会开上一家，这是他之后的一个开店的计划。那么他之前已经开了有这么多店了，对吧？我呢对每一个店的特性帮大家来做了一个梳理，我就不同的区域他们的店多少面积带来了多少销售额，是不是想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我发现有意思的是在巴生谷呢，店面目前是 30% 的店面积呢稍大， 30% 的店用了 31.3% 的面积。那么我们再来看槟城的店面它的店呢只有 5%， 但是呢它只有 4% 的面积，也就是说呢，在槟城的这个一家店现在是略小。槟城这 4% 的面积， 5% 的店只带来了 2.29% 的销售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观察也可以请您来补充。面对未来它会怎样发展，还会有碰到哪一些风险呢？首先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华阳呢还会继续它的清真战略把它已经拿到的这个哈劳认证再进一步推广到更多的店，这样就能够带来更多的消费者。这是一般人用膝盖我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不过呢，我们在去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不要误会，很多人讲华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你看它是清真的吗？那大家都可以来吃它可不是 from day one 就是清真的，它是之后才拿到了认证。你知道华阳它拿到的第一个 halal 的 certificate 是在2024年的5月份才拿到的，它的清真战略也是在2024年5月份才开始的，目前呢再开始把它逐步的往后去推慢慢我也看到一些店本来不是清真的，现在它变成了清真了那华阳成功还要依靠一些什么呢？你可能会说他才25家店，那简单我接着开店，我开到更多的地方去，像他自己说的，我甚至于往海外开到新加坡去不就好了吗？开到大马的其他地方去我完全认同。我们从他自己的计划当中也看到了，但不知是出于财务的原因，还是出于他自己战略等等的调整。你看到2026年开店的速度就会降下来了，那是不是说一个 mall 可以覆盖的这些人群所覆盖的面积慢慢就占的饱和了呢？虽然我认为半岛加上东马还是有发展的潜力，但是很快也会看到饱和的那一天所以这是它传统的模式的一条路。第二条路我们也看到它的包装食品可以在线上卖，可以在线下也能去卖，甚至于它有很强的 scalability 可以卖到海外去不是海外营销也要投钱吗？这个极具想象力而且目前只占 4% 的销售额。我相信如果把这个做好，那么是未来又具有想象力的一点可以说清真呢就是提高了已经有的这些咖啡店的销售效率变成一台更强的赚钱机器那它开到更多的地点也是一样的路数。那么包装食品呢就是未来之星明日之星。你可能会说那不单单是大马，人家开到新加坡，这不是一个消费力更强的市场吗？甚至于东南亚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其他地方我不知道。那他如果要开去新加坡，其实面临的竞争那我觉得不是一点点的强之后有个环节我们讲竞争，我还会分析给您听，您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同时呢，高速开店、高杠杆模式债务比较高这个模式我们刚也已经有提过了。我是比较担心的一点呢，是随着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循环，或者呢又碰到一些例如 MCO 这样的突发事件，那么将有可能这种黑天鹅或者经济波动本身呢，会对华阳的发展带来一些明显的冲击。我不知道他如何应对，怎样增强自己的财务的这个 robustness，这个我也是非常有兴趣要了解的。
刚才啊，我跟您讲了华阳咖啡它的过去，它奇葩的开店和它的未来。那么华阳咖啡整个故事里面，另外一朵奇葩也比较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创始人，跟我同年啊，实在是惭愧，拿督陈建成先生。我刚说了，他是1983年出生，中学毕业就开始工作，一开始呢在通讯公司开始干活，之后做销售，人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了销售冠军 Top Sales。 很多人啊职业生涯的打磨，把自己做成 Top Sales 这个职能中的顶流啊，就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高峰啊。可是对拿督陈建成先生来说，这只是他所有事业第一步啊，他没有止步于此啊，做成了销冠以后呢，他自己成立了一家通讯公司，自己去卖在这段经历和开设华阳咖啡啊之间呢，他其实还有一段经历，那就是黑金奶茶啊。当然呢，他还参股了其他的一些奶茶业，这个呢算是快的试水了一下餐饮行业啊。这其中呢，尤其对他原物料的供应啊、开店的模式，并且他自己的专长不要忘了销售和营销啊，那也是一把好手。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市场上可能没有人像我做过 HR 会这么好奇，这样的一个创始人，他的能力源自于哪里？我发现啊，这一方面就源自于他的销售经验。那他有没有实践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和笃信啊？一下子投这么多钱在摸里面就开店，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几千万的花下去呢？去开黑金奶茶的经验，这也是他创设的一样的故事，你知道吗？2019年成立了黑金奶茶，2024年他把它给卖掉了，彻底不管了。但是这个黑金奶茶在2019年当初也是开局就是巅峰啊！现在找到他的 Facebook， 翻到第一页的帖子，你会看到，这个产品的设计显然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有创新，迎合消费者不得不说啊，我觉得呢，其实要比华阳咖啡现在设计的菜品啊更有灵性啊，更有创意，更懂得消费者要些什么。虽然那时候做的是奶茶，销售上也有一手啊。什么叫开局就是巅峰啊？每天你看都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潮，媒体的报道。其中啊，在2019年5月28日在 Starbucks 开业的这家店2天，你猜看他卖出了多少杯奶茶？你猜5000杯。你能想象吗？这个是不得了。而且呢，他还参与了各种各样行业的活动啊，拿到一些奖，拿到自己手软啊，在资本和商务拓展上呢，也是浅尝了一下当年呢，他已经开到26家店，是打算在东南亚进行拓展的。你看黑金奶茶虽然是聚焦于饮料，那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一个小号的华阳咖啡一个原型版，先进行了尝试，对吧？那黑金咖啡到第2年呢，一样的，我相信也遇到疫情的挑战，是不是这个时候创始人拿督陈建成先生开始思考，干脆玩个大的，怎么玩？怎么反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他能够贪婪一把，利用好 MCU， 一举成名呢？会不会就这样有了现在华阳咖啡的故事？刚才说他的能力来源有2条，第二条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忽视的。那作为 HR 呢，我有这个洞察力去发现，我觉得就和他的所谓背后的人有关系。有些人一讲到背后的人，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说不清的灰色地带。我不太喜欢朝这个方向去想。一方面呢，捕风捉影，你也拿不到任何的实证。第二方面呢，对我们研究成长进步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即便给你关系，我想也做不下来。那他的第二个能力和人相关又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他的
家人。你看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个组织架构图，在这个 Managing Director 拿督陈建成先生之下有2个 Executive Director， 这是在他的整个 Management Reporting Structure 里边的，一个呢叫 Chen Yanming， 一个呢叫 Koi Song Len， 那一个呢就是他的妹妹90后妥妥的商业女才另外就是他的妹夫了。你会看到下面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FMCG Manager 也是他父辈这里的一位亲属你看Retail Operation Manager 叫 Koi Chol Len， 有可能呢也就是 Koi Song Len 的家里的一个亲属了，这是家人。有些人会看到说，哎呀，这就是一个家族企业嘛，任人唯亲。不，我觉得我看了他们的一个过往的职业经历和他们所从事项目带来的一个能力，在采购、供应链、零售、销售、运营、投资、财务、品牌和国际化上恰恰呢形成了一个绝妙的组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复仇者联盟绿巨人发起疯来那钢铁侠是完全治不了他的，但是钢铁侠他有的是钱，他早就建好了一个防备系统 Veronica， 他从太空发射下来的武器，发射一个更加大号的钢铁侠，发射出了那个金属的那个笼子，才制服了绿巨人。所以你需要准备，需要 team up， 形成一种能力的组合。而在自己积累了这么多经验，进行过商业像黑金奶茶这样的尝试之后，他另外一种去组合自己能力的方式呢，恰恰就是利用家人的能力。你看我进行了分析在采购上，他的妹妹陈彦敏黑金奶茶的时候就管理供应链，优化原材料的质量和成本，也参与了华阳的创立像在供应链上呢，陈建成他自己做过通讯零售，也开过黑金奶茶像在零售领域，他的妹夫柯松龙在黑金奶茶的时候就有了管理门店、学习标准化运营等等的经验。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投资，那么陈建成自己是很擅长的。他的妹妹陈彦敏呢，是在黑金奶茶的时候也就参与过黑金的投资和退出在品牌战略上呢，靠陈建成自己，他在通讯零售做过自己的品牌，有定位市场、拓展市场，华阳的创立也是要靠他。那再到 IPO 也是由他来完成去做的。所以我们来看他整个家族主要的3位家庭成员，创始人拿督陈建成先生自己呢，主要是负责引领品牌战略，负责向销售投资、财务、国际化，主要呢是偏商务面的，而驱动了清真定位和 IPO 和新加坡扩张这一些项目。但是呢，其他人做了一个不同层面的补充，比如说他的妹妹陈彦敏呢，是主要在支撑采购、零售、运营，而且优化了清真供应链和人力管理后台保障这些中后台的事情。妹夫呢，柯松龙，他有做供应链零售运营的经验和门店物流管理保证像前线作战是稳定可靠的，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种高效的协作和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他们既有一个黑金奶茶的实践，小小的一把它点燃疫情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可以挂过去。当他们的能力再一次相遇组合，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是什么？就是华阳咖啡。怎么样？我们说到了创始人，让我们来了解第4个部分，就是华阳咖啡的财务表现。那就顺着创始人吧，我想你一定很好奇不是说他们上市了吗？那么这个创始团队他们身家几何他们到底能赚多少钱我们呢因为股价时刻是在波动的，我们只能根据大概几位创始人的比例分配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算
算给大家，创始人拿督陈建成呢，他的身家差不多是在 6.75 亿令吉，他的妹妹呢是陈彦敏在 2.5 亿令吉，妹夫柯松龙呢 1.75 亿令吉，这都是按照现在的市值16亿令吉作为基础来折算的。好，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很多人也想要进行投资，你可能想要知道说，那么华阳咖啡现在财务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其实现在差不多还是 0.7 几令吉，比 IPO 的时候那可是已经上涨了 77% 了，历史的高点呢要达到过将近1块令吉，低点呢也就是 0.44， 也就是上市的这个 IPO 的价格。那要注意华阳咖啡它本身基本上来说，它的波动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它的贝塔系数呢是 2.31， 也就是大盘呢作为1来看，它基本上是要 2.3 倍于整个大盘的波动，涨跌应该会相对是比较明显的那当然分析师呢预计它的上涨空间还是巨大的，主要得益于它的财务表现确实是很好的，现在市值是 15.6 亿，它的 trailing 的 PE 呢 28.6， 未来 forward PE 呢是 24.5。 我们来看看它的 PE 现在来说呢有 35.2， 对比行业在亚洲酒店餐饮行业平均的 PE 呢是 21.3， 所以它这个 PE 呢虽然偏高，就是说它的这个股价偏贵，拿到回报拿完回来呢时间是比较长的。不过呢它的整个 ROE 特别高等一下我们会具体来分析，来拆解这个 ROE 就投资回报。按照这个 DCF 也就是一个折价的一个模型来判断股价是否这个值得差不多呢它现在的股价还是低于 DCF 模型预估出来的还要低个 20%， 这也是分析师都觉得它还有一定成长潜力，主要是源自于此。那我们再来具体了解它的财务，刚有说过2024财年呢它有 2.77 亿令吉的收入，净利润呢是4313万，同比增长是很高的， CAC 是 115.36%， 这我们有提到 EPS 是 0.03 就是3仙令吉。目前2025年第一个季度的财报已经出来了，是9783万令吉的收入，那还是稳的，净收入1309万，毛利率呢 25.9%， 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它的净利呢可以达到 15.6%， 这是2024年的数据，也高于它自己2023年的 15.1%， 就是保持，而且呢还在缓慢的提升注意这个值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在它赚钱能力上华阳咖啡它是很强的，你给它1块钱，它就给你能够带回来很多钱，是非常高效的。那刚刚有提到投资回报率呢，其实 ROE 这个值高达 80.6%，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投资回报率这个 ROE 呢我们通过杜邦公式差不多可以分成3个层面，一个呢是净利 margin 的计算，就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它本身的赚钱能力很强，第二呢是它的资产的周转率，就每一个令吉的资产它可以带回来变成多少的收入，有些店资产很多它不一定能把收入带回来，比如说 Old Town 我们等会儿会说。第3个呢就是权益乘数了，它代表的呢是总资产去除以股东权益，它就代表了这么多的资产对比这个权益有多大的倍数，或者说有多强的这个财务杠杆。它为什么 ROE 有 80.64%这么高呢？主要得益于它的这个权益系数是 5.63， 这个真的是远远的高于行业的水平这一方面呢我想可以代表它能够带来很好的财务回报，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财务风险也是很高的，因为它有办法能够借来更多的钱变成自己的资产去运营这个盘子，主要的能力和风险都来自于这个权益系数比较高同时还是要注意因此来说债务风险有可能是很高的，它驱动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债务杠杆，所以它的赚钱要继续下去，要把它给维持住，那华阳咖啡的故事啊才会成立。要了解啊华阳咖啡它的财务表现啊有多厉害，我们只要在它2024年上市的时候啊，就是他那份 prospectus 当中突出的自己和竞争对手的比较，你就会知道。我们来看这一张表，你看比华阳现在还要大的是有的，比如说星巴克，它的 revenue 可以达到10亿令吉，而第二名呢 Old Town 也差不多是要华阳的2倍了，有 5.8 亿令吉。 Coffee Bean 和 Tea Leaf 到处都是店啊，和它差不多 2.9 亿令吉。再往下跟它差不多呢就是 Recipe 了，稍小一点的就是 Thus Coffee 了，再往下从 Black Can 开始到 Dome 啊，那些都要明显的要比它小了，好像现在是第4位吗？也谈不上说是一枝独秀啊，一骑绝尘，看不到竞争对手，但是这只是销售额。我们如果再来看它的毛利的话它呢是8200万令吉，好像你看更小了呀，只有Recipe 的2/3，它也是相对的要明显的小于 Coffee Bean 它呢比 Old Town 呢也是要小一点，比星巴克明显的小，但是最赚钱的，如果我们说 Net Profit 就它的净利，你再来看的话就很恐怖了。你看它有4300万令吉刚刚我们说过，但是 Coffee Bean 把钱花去哪儿了？它的运营费用显然很高它居然是负的2000万令吉。 Old Town 在比它多赚到1倍钱的情况下，各种都花完，只有它3/4的净利，星巴克也只是比它2倍多一点3倍不到一点。如此来看，它离大马这个餐饮行业要去折魁，其实差的也不是很远。所以我们再来看虽然它的Gross Profit Margin 是 29.9%， 星巴克明显的比它高， Coffee Bean 也要比它高，那就说明 Coffee Bean 定价比较高嘛，下面比它高的那就更多了，但是别人是赚钱的，至少不亏而且它的运营极其高效，没有什么浪费，极致运营。所以你看它 Net Profit Margin 15.6%， 这个真的是没有对手，最接近的是 The Garden Holdings 的Tea Garden，Tea Garden 是 14%， 跟它接近的，但是太小了，销售额呢只有它的1/8，它这 15.6%， 你看甚至于要比星巴克 Net Profit 11.8% 还要高，因此来说它真的是一台独特的奇葩的功率强劲的赚钱机器真的。整个华阳即便是在现在应该算是 downtime， 还基本上全部是人坐满的。我点了一下坐满之后客人大概是有50位左右，将近1/4是由马来人，可见他受到各族的喜爱。整个店面的员工呢大概有15个人，其中5个人在后面的厨房并不算很大了，那毕竟它只是一个加工的中心，它自己是自带中央厨房的，还有5名呢是在外面流动的送货，还有5名差不多在前边进行招待和进行 packaged foods 以及现烤现做的蛋挞的销售。不要走开不要走开。现在我们讲第5个部分，就是华阳咖啡的竞争。说起来它应该是对华阳咖啡来讲最不奇葩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个看出华阳咖啡的实力有多强。如果听到现在你要愿意打赏或者点赞那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不然就到我们的欧卡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欧卡有多强的竞争是不是也是在大马上比较独创的，兼具好味好料好方便，所谓不错吃不用煮不会胖的这样一种类华阳的产品也一起看一看。我们也是2024年就开始了包装食品，可以跟它有的一拼。
要了解华阳咖啡的竞争呢，我们刚刚已经了解了它整个的竞争蓝图。我想啊，重点要了解3个事情：第一，它能否顺利的进入到新加坡的市场；第二，我想来看看在大马既有的跟它的业态比较接近的直接竞争对手 Old Town Coffee 是怎样的。第三呢，我还注意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慢慢也已经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这个市场的竞争者，有可能会替代华阳。当然这个部分也希望啊您一起来补充。先来看新加坡，华阳呢是尝试性的已经进入到新加坡开了1家店。新加坡要是可以站稳，它就会成为华阳咖啡在亚洲的一个模板，为它未来啊创造更多的收入、更强劲的财务表现啊立下一个标杆。但新加坡市场又岂是这么容易突破和进入的呢？新加坡的品牌啊大大的进入了马来西亚的市场，这我倒是听了不少。因为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新加坡本土啊跟它类似的已经有像亚坤咖椰吐司吐司工坊、启利利咖啡店、欢喜吐司等等，主打各种各样品牌的竞争对手了。和他们比起来，如果从品牌认知啊、产品创新啊、门店体验、价格策略、市场的渗透、社交的传播、本地化和它的扩张速度来说，好像很多啊本地的品牌他们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他们有很成熟的资本化和规范的操作，他们呢也是推陈出新、深入人心的一些连锁经营的本地品牌。华阳的优势啊其实并不大，通过一些分析啊，华阳最有可能有优势呢在产品上创新，同时呢以一个新进者，就好比啊 Apple 那个时候啊以一个破坏者的形象打破 IBM 的治国这种形象出现，主打高端宽畅啊，可以让人来打卡，注重更强更好的一种用餐体验，说不定还是一个发展的思路。同时呢他也讲了要注重海外的营销宣传嘛，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代学一学更好的那种线上营销比如给我充个值什么开玩笑他能够做出更好的社交宣传说不定也是一种发展思路。只有从这些新的方面去着手，但我也祝愿华阳可以发展顺利。那看了国外再看国内，华阳咖啡它和 Old Town 比较是怎样的？我们有说华阳咖啡是2020年8月成立的，但是 Old Town 那要整整早了21年它是1999年就成立了，2007年就上市了，之后甚至于被一家欧洲的公司私有化回来了。Old Town 呢在巅峰的时候有上百家店，华阳呢现在20几家店，华阳呢全部都是直营的，比较稳健。Old Town 呢加盟开扩张还是稳定，但是还是比较快的。华阳呢有蛋挞、菠萝包、咖啡，Old Town 呢白咖啡，传统南洋美食，你看都挺像，大家都有中央厨房标准化的这种操作和运营逻辑。Old Town 呢也开到了海外，全马都有。华阳呢类似，但是店面有可能会比它大一些。我自己直观的观察 Old Town 呢店呢确实要多，但是呢会要小上一点，它呢感觉整个风格好像要更加老一点，不像华阳呢虽然也主打 traditional 那样的感觉，它店呢更加亮堂，更加明快一点。我不知道你去这2家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感。从它的经营上面来说，那之前我们已经分析了，可以说华阳要超越 Old Town 是指日可待。Old Town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停在那里了，它伟大不掉反正说巨人倒下了，它的这个躺下的身高可能比有些人还要高，但他们两者差距并没有这么大，销售收入上只差1倍，但是呢赚钱能力上华阳就是大大的超越，甚至于它的净利要比 Old Town 还要高。你看这个就是它强的地方。那他们会不会擦出什么火花？甚至没有 merge 的可能性我们就拭目以待。看周围的其他店包括麦当劳、星巴克，还有其他的餐饮店是星巴克，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么好的生意。华阳真是把生意做到了极致。但这里可是有1众的快餐店，
华阳在竞争中也完全不输他们。最后呢，我想讲一讲啊新进者，因为啊我们家做欧卡的原因啊，我经常也去了解零售业啊，没事儿常跑去到商场里面就去左看右看，我发现啊即使类似华阳这样像咖啡店的模式或者类快餐的开在 mall 里面品牌化的经营，慢慢开出连锁，这样的竞争对手应该说是开始有了，而且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他们又会以什么样的策略啊来去打华阳呢？这个也是很好看的，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1、2、3、4、5个部分华阳咖啡的奇葩故事我们已经讲到了这里。在这一个部分呢，我想来谈一谈我自己学习了这么多资料做了这一集节目之后一些体会。你看华阳咖啡有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成立只有4年多，它都已经上市了，这么高的销售和这么强的赚钱能力诞生了这么多的亿万富翁，好像它就是一个平步青云，它是一个幸运者的故事。其实在我看起来并不是这样的。你华阳咖啡虽然成立只有4年半，但它已经做到了逆势开店、高速开店、制作包装食品、清真战略、IPO、海外开店等等，这么多一步一步重大的事项，可以说它每几个月就有一个重要的迭代。你看我们现在在做欧卡了解华阳咖啡这样的故事，对我也是有些启发的，我也愿意总结出来分享给您。对我来说呢，有3个比较大的启发。第一呢，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你看华阳的故事就是发迹于疫情的时候，而且他从黑金咖啡建没多久就遇上疫情，再到华阳就在疫情的暴风眼之中逆势开店，逐步扩张。我们就会看出来这个时候虽然是危机 MCO 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恐怖的一个故事，现金流断裂，顾客时来时不来，商店一会儿能开一会儿又不能开，很多店呢都运营不下去了，关闭了。不过对华阳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它的一切成本说不定都还比较低。不过呢，这也不是说来就来，它基于我要讲的后面2条。我想说的第2条呢，是构建能力，而不要去管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去念大学我就完了，但是对创始人拿督陈建成来说完全不是这样我看他也是可以用非常流利的英语、清晰的思路、高深的商业逻辑，在采访中和 BFM 的主持人侃侃而谈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勤力的为他下一份打工构建了能力。他打工的时候积累的销售经验，为他成为销冠构建了能力。他也没有止步于此，说 OK 我已经是销冠了，那我有了这个结果是否就可以停止了？不要去管，好的坏的都不要去管。他用这样的能力又开了自己的公司，又跨界去做了奶茶，最后才有了现在的华阳咖啡。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呢，所谓构建能力，也不要觉得只有自己。你看他就把自己的妹夫、亲人，他们在不同面向采购后台运营店面管理的能力也一并纳入进来。从他们3个人构建的管理团队整体来说，是一个更强的主体，是一个华阳咖啡更强的核心。我的第3个结论呢，就是要不停的尝试，而且可以在多维度看似不相干的条线上多的尝试用管理的话来说呢，你可以让这个马跑的一点点的 off the range， 你呢可以把你这个 lens 再 open 的再 wide 一点。你看在 location 上，人家不是说就盯着柔佛去开完柔佛也会看一下巴生，做一个螺旋的循环，在巴生以后看到机场，机场是怎样开的，去试一下
东马、槟城、新加坡都去试一下，都会变成未来自己能力和获得进一步更好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基础。他们开了奶茶店以后会想，奶茶店我积累到的资源、海外拓展、资本管理经营的宣传的经验，是否可以放到一个更猛的更厉害的主体上呢？这不就是华阳咖啡就这样诞生了吗？做了非清真的试试看，清真的做了大码的拓展一下海外，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启发。看似相对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加上你的能力，再加上 timing，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一把，就有可能会做得非常成功。好，这是我的一些小小体会，也送给您。您对华阳咖啡是怎样看的？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感受呢？欢迎在评论区多多讨论。如果说的有什么不对呢，也欢迎您指正。这是我刚刚去购买的华阳蛋挞。先看一下这个小票购买时间2点15分。2个蛋挞的售价是10块8毛 ，Service Tax 6%，所以一共呢是11块4毛5。那我把这个外面是透明这样一个袋子的蛋挞拿出来，这应该也是所谓华阳三宝，是它的招牌。我们以前呢在华阳店里面用主食是吃过2、3次的，其实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标语还是传承家乡好味道这就是最出名的厚皮的。好像是什么最厚的蛋挞了这个口味还不错，其实是可以为华阳夺回1分的，在口味上面。其实我觉得口味呢好和坏可能它是5分，别人如果做到极致是10分，就差上1倍。但以它的运营，它开的这么多店，所选的位置和它推出的产品带来的人潮来看的话，哇，那个差距可能是别人是5分，它能做到100分、1000分都有可能，所以这是它生意好的原因之一吧。最后非常希望你可以吃得更加健康我有一个吃不胖神器送给您，上去看一下。当然目的是为了引诱你去买我们OKA的产品。OK， Thank you， 下期再见，拜拜。OK 啊。